家好，我是 Dawn。今天的影片呢是一支开箱体验的 vlog。那开的呢是我给自己买的2020年的新年礼物，没错，就是我手边这一台16-inch MacBook Pro。讲实话，它还是蛮沉的。昨天我刚从 Apple Store 拎回来，所以它现在还是一个热腾腾、香喷喷的状态。那昨天拎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想要开箱了。但是突然想到说，如果我做一个开箱分享的 vlog 的话，说不定可以给一些感兴趣或者想买新电脑的朋友，给到一个参考，所以就等到了今天。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把这个东西拆开看看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色手提袋里拿出来呢，就是一个亮闪闪的盒子，光滑的平面上甚至印出了我的倒影，包装很精致，让人无从下手。Let's see，原来这个边角上有一个凸出来的薄片，一拉呢就撕开了整个塑料膜，根本就用不到剪刀什么的。我个人真的很吃这种贴心的细节设计。那苹果在这方面，我感觉一直做得非常好，所以为什么说进了 Apple Ecosystem 呢，就出不来了？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平复一下心情，发现打开盒子后又是一个小细节，一带呢就把整个 laptop 给掀起来了。哇，这样拆包装的体验真的会给人带来加倍的愉悦感呢。机子一翻开，就直接进入了开机画面，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先放到一边，把盒子里的东西看完。是有一个2米的 USB-C 充电线，再加上96瓦的充电头，和一片这样小小的简单的用户说明书，中间夹了2片 Apple 的 logo 贴纸。那这个其实对我没什么用，所以就先把它收起来。OK， 那现在我们整个开箱就完成啦。接下来进行新机的开机设置。开机设置涉及一系列的步骤，那具体的话呢，有 Language, Country, Wi-Fi, Data and Privacy, Data Transfer, Apple ID, Terms and Conditions, Account Creation, Location Services, Analytics, Screen Time, Siri, Touch ID, Display Mode, as well as True Tone Display.Hey Siri, open the Documents folder. Hey Siri, show my downloads. 这中间有些是基础设置或者是用户须知，就不能跳过。但关于系统偏好类的，其实我都跳了蛮多。总体来说，我觉得都很 straightforward。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注意到那个 Touch ID 和 Escape 键这次都和 Touch Bar 分离开来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改进。开机完成。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的 OS Catalina 的默认桌面。每次苹果的壁纸呢都美翻了，我感觉这次也不例外。据说这个又是加州的另一个景点。我觉得苹果在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方面也真的是一把好手了。OK， 终于把它 unbox 完了。所以这样留了这样一个空壳子。就是每次我收到苹果的产品呢，开完箱之后我都不太清楚应该对这个盒子做些什么，因为就这样丢掉真的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盒子就是设计得很好，感觉我花的钱可能1/4都花在这个盒子上面吧。如果有什么可以再利用的一些妙招的话 ，let me know。Anyways，那我们现在来说说这台去年11月中旬刚发布的新的笔记本。官网呢是这么描述的，说 It is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notebook we've ever made， 史上最强大的一个苹果笔记本。它的价格也真的非常感人，加上 Apple Care Plus 吧，我花了
将近4000加币，也就是2万多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会在屏幕这边放上我这台机子的详细配置，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的钱花在了哪里。那现在说说我为什么要换电脑。我之前的笔记本呢是这台2015年的13英寸的 MacBook Pro， 它其实我现在用了快5年吧，它目前还是运作良好。除了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呢，就是它的一个内置的 microphone input 不是很稳定，经常跟别人视频的时候会收不到声音，所以那个时候还挺 annoying 的。那还有呢，就是我开始学剪片子之后，用 Final Cut Pro 嘛，机子就会经常跑不动，剪片剪到一半就卡死，或者是因为内存不足就 crash 了，渲染速度也非常的慢，有时候渲染到一半又不行了。然后跑一些写代码的 IDE 也一样。那这台新的16-inch Pro 呢，我个人对它有非常大的期待。据说它的处理器、显卡，还有它的电池容量等等等等，就有全面大幅的提升，尤其对视频剪辑就会非常友好。所以出于种种考量，我就趁这个新年就下了这个血本，买了这台新机子犒劳自己。那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内心还是 justify 不了花这么一大笔钱，所以可能接下来半年都要吃土吧。反正圣诞期间吃太多，自己也长胖了不少。Anyways， 认真说，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利用这台高性能的笔记本，然后剪出更多更好的片子。那同时呢，如果你支持我的话，请给我按赞和订阅，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那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我现在还没有使用这台笔记本。如果大家对我接下来一个使用体验感兴趣的话呢，可能也会再出一个就是我自己一个2周或者是1个月的一个使用体验，和我这个15英寸的Pro， 2015年和2019年的做一些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一个对比。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This is Dawn. Today's video is an unboxing vlog, and what we are opening is actually a gift for myself for the new year 2020. That's r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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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bought it. That's right. I bought a 16-inch MacBook Pro. I got this yesterday from Apple Store, and I was honestly so excited, and I could not wait to open it. But then I realized I could film my unboxing. But then I realized I could film my unboxing experience, and maybe there's someone out there who's interested in buying a new laptop as well, and they're considering the 16-inch MacBook Pro as one of their options. So this could hopefully So I waited until today to film. So I waited until today when I have more time to actually film the entire experience. All righ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open this baby.